这又是一起变态的强迫怀孕案。离家出走的女孩突然晕倒，随后警察将她送往了协和医院。不料医生检查后竟发现 The extent of vaginal scarring, given her age, she's been sexually active or abused for at least 2 years. Since she was 11. She's also 12 weeks pregnant. 而这才是最炸裂的，却不料当女孩听说父母正在赶来后，竟是非常恐惧。随后在警察的探听下，伊万表示之所以偷偷来纽约，其实是为了堕胎。这下警察算是理解了，原来伊万不仅全家都信教，教义是堕胎为罪恶，而且他老家的法律也严禁堕胎。可警察更关心的是，伊万是怎么怀孕的，因为这关系到了法定强奸。I didn't want to say no to him. Did he force you? He kept asking. He said he loved me, that it was our secret. That if I told anyone my mom, things would be really bad. I should have told her, but I was just too afraid that she wouldn't believe me. 这一听好像是熟人作案，但伊万还是不想说，也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来堕胎，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准许的。所以现在警方面临了一个棘手问题，就是伊万的老家俄州严禁堕胎，可现在他跑来了纽约，而纽约规定任何年龄妇女都享有生育权，因此2州的法律是相冲的。但伊万是坚持要堕胎的，所以要想成全他，检察官只能剥夺伊万父母的监护权了。而只要找出他被性侵的证据来，这事就很容易办到了。接着说干就干，因为父母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可能会立马将女儿带回家。结果不出所料，二老刚见到伊万就要带他走，而伊万当然反对了。此时警察也来帮忙阻拦，并及时为他请了代理律师。这下母亲可震惊了，不明白为啥会请律师。结果当得知女儿一直与人有肉体关系后，他简直不敢相信。可警察已经查明了，不料母亲立即猜测那人是邻家男孩，竟打算就此让2人结婚，因为他认为女儿来纽约就是为了找他。哪知却被警察打断，将伊万怀孕的事说了出来，并明言你女儿来这是为了堕胎的。而果然不出所料，父母坚决不同意，还要立马就带女儿走。对此警方当然不同意了，接着直接明牌，伊万将由儿童保护组织监护，接下来就是和你们打官司了。见状，继父广坤也撂下狠话，虽然纽约州法律不一样，但绝不允许女儿谋杀他的孩子。随后就气冲冲地离开了，准备打一场硬仗。接着很快就开庭了，儿童保护组织坚持怀孕是长期性侵的结果，显然父母没能保护好女儿，所以伊万不能跟他们走，并且他正在寻求堕胎。一旦回到俄州，那里的法律将会使他无法合法的终止妊娠，但对方律师却辩护这是谋杀犯罪，伊万必须由他的父母带回。如果真的担心家庭有问题，也可以把伊万交给姑妈照顾。可伊万的律师却揭穿，父母的意图就是阻止一名13岁性侵受害者行使选择的权利。不料父母当即反驳，相信女儿不会谋杀的，他肯定被蛊惑了。结果伊万顿时暴怒了，并在与母亲的争论中脱口而出，之所以不回家，因为是广坤让我怀孕的。这个结果可是出乎意料，没想到竟是这样。随后警察立马针对性侵案展开了调查。 He came into my room, sat on my bed, said I was becoming a woman. What did he do? He took off my pajamas. At first, we just lay there. He said he loved me, that if I loved him, I'd do this. And then he touched me. One night he said I was ready. He put his thing in, and it hurt. I said no, that I was waiting till marriage. He said it didn't count though, because he was married to my mom. We were family. But did you tell your mom? I tried once. She wouldn't listen. Jim got so mad. He said if Mama found out, he'd have to leave us. 这么一听，广坤简直是个禽兽。随后警察就来找了广坤，想获取他的 DNA， 但律师和他都污蔑伊万在撒谎，然后就找了个理由，准备逃回老家。虽然警察放了狠话，但仍阻止不了广坤回家。于是警察只好来找母亲了。可谁知母亲也相信广坤，否认了女儿的指控。然而警察凭借多年办案经验，也相信自己的判断力，随后便规劝了起来。但母亲仍固执地认为伊万这是在伤害我和广坤。见状，警察立马提出了 DNA 比对，这个方法可以查明真相，所以需要广坤的 DNA。对此母亲虽然认可，但却坚持等生下孩子再说。因此可以看出，母亲认为保住孩子比查明女儿被性侵更重要。 I see you judging me, but however it happened, Evangeline is pregnant, and I intend to meet my grandchild here in this world, not in heaven. However it happened? 对此母亲什么也没回答，就算是默认了，那接下来的调查可不容易了。不过却不耽误家事法庭的进程，很快法官就判决伊万有自主选择权。可哪知就在这时，突然有人闯了进来，要求终止审判。原来他竟是俄州来的检察官，来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伊万堕胎，并且还带了逮捕令，不仅要逮捕所有办案的警察，还有检察官及检察长，起诉所有支持伊万堕胎的人，犯下危害胎儿罪以及蓄意谋杀罪。而最后一张逮捕令则是给法官的，所以如果法官胆敢准许伊万堕胎，那也将受到俄州的起诉。说完就离开了，这可把母亲高兴坏了。
但伊万却是心如死灰。然后俄检就把这事闹上了刑事法庭，要求纽约法官判决。纽约的警探们立马到俄州自首，对此纽检当然不同意，认为俄州没有话语权，因为这是家事法庭审判。不料俄检将这定性为了刑事案件，理由是纽约警察故意无视俄州的法律，企图协助伊万去完成堕胎。而根据俄州法令，他们是谋杀帮凶。然而纽检的理由更充分，警探们都是授权执行纽约的法律，这要求他们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生育权利。哪知俄检又提出先来后到，要求纽约尊重俄州的法律，结果纽检却反过来要求俄州尊重纽约。于是就这样，庭审陷入了死循环。而最终法官当然不会交出警探们，谁知暴躁的俄检竟要上诉至最高法院，对此法官也随便他。于是这场两州法律之争就这么落幕。然而经过俄州这么一闹，在他们的逮捕令撤销之前，家事法庭拒绝就是否支持伊万堕胎做出判决。而伊万也明白了，这是俄州故意为之，他们就是想拖延到孩子长到无法堕胎，从而迫使他生下来。对此警察也只能安慰，会尽快想办法的。哪知两人很快就接到消息，伊万意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不过他们都心知肚明，伊万就是故意的，他想自己解决。而这时母亲也匆匆赶来了医院，当得知母子平安后，她大大松了一口气，随后就忙不迭跑到女儿床前，保证会抚养外孙的。All you have to do is give birth. I'll raise the baby like your little brother or sister. What about Jim? I'll talk to him. Whatever misunderstanding this was, we'll work it out. Misunderstanding? He raped me. 但母亲就是不信，甚至埋怨是警察教坏了女儿。尽管警察想息事宁人，但母亲却不依不饶。 If you had just given her to us, let us take her back to Ohio, she would be fine. She never would have tried to kill her own child. No, Mama. I wasn't trying to kill the baby. I was trying to kill myself. 这就是残酷的事实，至此母亲才有所触动。然而仍是坚称广坤是个大善人，他不仅收养了我们母女，并且也非常宠爱伊万。 You heard your daughter. I didn't put those words in her mouth. 可是话已经说到这地步了，母亲却仍是死撑。 Even if the DNA shows that the baby is Jim's, it's unique DNA. It's created a conception, I mean, DNA that's never been on this earth before and never will be again. It's a miracle. I can never agree to an abortion. 见状，本森也就明言了，这不是你说了算的。接着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不相信自己的女儿，离开广坤，要不就选择广坤，那伊万就会被送去寄养家庭长大，直到18岁成人。反正法律是绝不会容情的。最后母亲不得不做出艰难抉择，在家事法庭上选择留下女儿，而这也意味她必须同意堕胎了。最后法官判决，伊万由母亲监护，条件是母亲必须接受心理咨询，同时广坤必须永久离开他们家庭。而律师也承诺，已经联系了俄州的儿童保护组织，一旦发现母亲允许广坤接触伊万，那他将失去监护权，这算是一重监督了。却不料休庭后，俄检竟斥责牛检毁了一个家庭，帮助确保了另一个无辜孩子的死亡。然而牛检也同样信奉教育，于是讲了一个亲身经历：我母亲45岁时给我怀了一个弟弟，可孕检显示胎儿有心脏缺陷，即使他能坚持到足月，医生说也活不了几天。我母亲决定终止妊娠，但她从未告诉过我父亲，只告诉了我。她说对这个孩子不公平，她来到这个世界只能承受苦痛，为此她哭了1个星期。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们都很悲痛。而这个经历显然触动了俄检，然后好消息就传来，俄检已经通过 DNA 确认，却是广坤让伊万怀孕的，他们要指控他114项强奸儿童罪名，而这也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结局了。